当单个 AI 还在单打独斗时，全球顶尖实验室和科技公司已经开始训练 AI 梦之队。他们能够协作编程、科研，甚至是创业。多个 AI agent 的协同合作是否会变得更加的厉害？MAS 多智能体系统是什么？大语言模型、AI 智能体和多智能体系统有什么相关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多 AI 智能体的协作革命。LLM 大语言模型，它是 AI agent 的超级大脑，它能够理解语言、生成内容，比如说像 GPT-4。AI agent 是大语言模型的身体，具备某些角色设定，比如说像动画设计师、程序员和画家，它拥有记忆和工具调动的能力。MAS 多智能体系统是由多个 agent 组成的团队，通过分工协作完成复杂的任务。现在已经有不少公司专注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说 LLM 大语言模型是 AI agent 的大脑，agent 是具有特定职业身份的员工，那么 MAS 就是让 AI agent 协作完成复杂任务的工作团队。首先举一个没有 AI agent 的例子，有时候也叫做 zero shot。zero shot 有点像是裸考，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准备，没有训练过，就直接上考场回答问题了。举一个例子，你想要写一篇关于 X 的文章，它就会从头到尾的一口气写完，甚至连回车键都不需要。但是如果是有智能体的工作流是怎么样的呢？你会跟他说，请你给我写一篇关于 X 的文章，对于有用的资料请搜索网络。AI 智能体就写了一个草稿，你看了一下说，文章太长了，请修改的短一点。它根据你的反馈就写了第二个版本。你又会说，我希望文章能够口语化一点。它就会这么不断地根据你的要求进行修改，一直到你满意为止。2024年11月的时候，亚马逊云服务 AWS 和台山投资共同举办了前瞻 AI Agents 颠覆未来想象的论坛，重磅邀请了 AI 大神以及 Coursera 的创始人吴恩达。软件集团旗下的半导体设计与软件公司 ARM 和台湾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联发科技。其中，温达在谈到有 AI agent 和没有 AI agent 的差别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他分别用 GPT 3.5和 GPT 4去测试 Human Eval 这个常用的大语言模型的基准测试。Human Eval 是一个代码生成的数据集，用于评估模型生成编程代码的能力，特别是在解决编程问题和实现特定功能的方面。它由164个原始编程问题组成，评估语言的理解、算法，还有简单的数学。对于如何评价大语言模型的性能，有一个多功能的网站 Artificial Analysis， 它包含了不同的大语言模型在不同的基准测试集下的表现。比如说这个 Human Eval， 它就标注了它主要是测试编程的能力，并且排了各种模型的正确率。现在最高的已经有98%了。还有这个数学500的测试集，最高达到了99%。有一些人把 Human Eval 类比为简单的软件工程师的面试问题题集。再说回来，他们经过了这个测试，得到了 GPT 3.5的正确率是48%，GPT 4的正确率是67%。这很正常，就是说 GPT 4要比3.5要强很多。但是如果像最早的那个例子一样，让 GPT 3.5一遍一遍地去修改自己的答案，它的表现居然可以超越 GPT 4。也就是说，一个大语言模型进化到新版本的模型所取得的进步，还没有它老版本自己通过自我反思提高这种智能工作流所取得的进步大。在介绍中，他提到了 AI 智能体工作流的4种设计模式，并且相信他们将很快地会推动重大的进展。这4种设计模式包括了 Reflection、Tool Use、Planning 和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也就是反思、工具使用、规划，还有多智能体的协作。
智能体的工作流不是让大语言模型直接生成最终的输出结果，而是多次的去提示大语言模型，让它有机会逐步的构建更高质量的输出。其中第一种模式 reflection 反思，它和《论语》里头5日3省吾身差不多意思。我每天想想自己哪里做的不好，进行改进，每天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反思模式举一个让大语言模型写代码的例子，先用提示词告诉大语言模型，它的任务是让它直接去生成所需要的代码，执行某一个特定任务 X。之后我们就可以提示它反思自己的输出，比如说告诉它，下面是任务 X 的代码，然后把它之前那一步生成的代码贴在这儿。请你仔细的去检查代码的正确性、风格和效率，并对如何改进它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有的时候大语言模型就会发现问题，并且去提出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上下文去提示大语言模型，请你去看看第一步你生成的这些代码，然后再看看第二步你生成的这些建设性的反馈。第三步，我希望你使用这些反馈来重写代码。像这样重复使用生成、批评、重写这种循环迭代的过程，可能会让它进一步的产生改进。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就能够使得大语言模型发现差距，并且去改善它在任务上的输出，包括生成代码、编写文本，还有回答问题。除了单 AI 自省的方法，还可以有双 AI 对抗的方法。比如说，创建2个不同的智能体，一个提示生成优质的输出，另外一个提示让它对第一个智能体的输出给出建设性的批评。2个智能体之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会推动进步，得到更好的效果。第二个模式是 tool use 工具的使用。君子善假于物，需要善于借助外部的力量，而大语言模型就是通过借助工具的力量去收集信息、采取行动，或者是操纵数据。我们现在使用的不少的大语言模型系统已经可以执行网络搜索或者是执行代码了，甚至有一些工具使用的功能还要远远多于这一些。比如说 DeepSeek 就是有联网版，说不定可以让它实时的去调用财经的数据生成投资报告。另外，谷歌的 Toolformer 模型能够自主地选择调用10多种工具来完成任务。第三个模式 Planning 规划，规划能够使得 AI 智能体设计一系列有序的步骤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一个一个可执行的小任务。比如说，你对 AI 智能体说，请生成一张小女孩读书的图片。他的姿势要和样例中的小男孩的姿势一样，然后请你生成语音描述新生成的这张图像。为了完成这个大任务， AI 智能体需要先检测原图当中男孩的姿势，再生成相同姿势的女孩读书的图片，再把图像生成文本的描述，再把文本生成语音，一共有4个步骤。这个指令只告诉了期待的结果，而整个的步骤分解、工具选择还有效果合成都需要 AI 智能体自己来完成。第4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模式是多智能体合作，这样你就不再是打工人，而是指挥官，让几个不同的 AI 智能体帮你做不同的事情，共同完成任务。比如说，我是一个 YouTuber， 我想要一个调查员 agent 给我找找流行的趋势话题。第2个编剧的 agent 帮我写一些标题和脚本。第3个是视频剪辑师 agent 帮我按照脚本编辑生动的视频。第4个插画 agent 帮我生成吸引人的封面。最后一个营销 agent 帮我做渠道推广。我想的可真美。那每一个 agent 可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任务还有目标。那刚才的这个例子就是多智能体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执行任务，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多智能体合作的方式，是顺序执行。不过它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分层的结构，
看这张图里，上面这个就是一个经理的角色，他会一直谨记任务和目标，把任务分配给其他的智能体。当其他的智能体递交任务的时候，清理智能体就可以给反馈或者是拒绝不合格的作品，监督执行结果。还有一种是并行处理，几项任务可以并行，而且有些任务是需要等到其他的多个任务完成才可以开始。多 AI 智能系统 （Multi-Agent System） 是最近比较受到关注的话题。比如今年谷歌 AI 虚拟科学合作伙伴 Co-Scientist 在48个小时以内就解决了困扰科学家长达10年的超级细菌之谜，内含6个智能体，能够自行地推理出新知识。相关的科学家表示非常的震惊，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电脑里的私人文件是不是被人工智能访问过。这位被困扰的科学家就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何塞·佩纳德斯教授。他的团队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10年，结果谷歌的虚拟科学合作伙伴用2天的功夫就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这位教授写信给谷歌询问智能体是否访问了自己的电脑，谷歌跟他说完全没有。相反，是谷歌的 Co-Scientist 独立地生成了正确的假设。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4个额外的理论，所有的这些理论在科学上都是合理的，其中还包括一个佩纳德斯教授从未思考过的理论。谷歌的 CEO 劈柴发推文表示，在 AI Co-Scientist 的帮助下，人类科学家已经在肝纤维化治疗、抗菌素耐药性和药物再利用等重要的研究领域看到了有希望的早期成果。同时，谷歌强调 Co-Scientist 的问世不是为了替代人类，而是创造科学助手和人类共同合作。当然，多 AI 智能体并不总是那么成功。比如说，这个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就发布了一篇文章 "Why do multi-agent LLM systems fail?" 为什么多智能体的大语言模型系统老是失败呢？他们探索了多智能体大型语言模型系统在发挥其潜力时所面临的挑战，还有背后的原因。重点介绍了导致它局限性的关键因素，并且分析了这些系统在性能和协作方面的不足之处。人类合作不起来就可以约顿饭解决，那么 AI 合作不起来会最终怎么解决呢？对于未来 AI 的趋势，吴恩达分享了5个点。第一点，他认为不断增加的 AI 算力需求凸显了更快速和便宜的 token 的重要性，半导体产业将会继续贡献力量。第二点，构建以 AI 为本的产品和服务的原型会越来越高效，这样就会加速企业破坏式创新的流程。第三点是，当前的 AI 已经能够运用文字技术，那未来就会走向多模态的发展，比如说制造、自动驾驶还有安全等领域。第四点是，数据引力正在下降，未来数据在云中、在空中移动的成本将会变得很低，把数据传输到很远的地方会变得可行。最后，数据工程的重要性正在增加，特别是对于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说像视频还有图像的分析和管理会变得比较重要。AI 智能体和多智能体系统正在路上，未来你会想要让多智能体系统为你做什么呢？你对多智能体系统的看法又是怎样的？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